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ed Point Venture 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辆奔驰房车水路系统的设计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主题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房车的整体供水系统布置。这一次我们还是选用的30加仑清水箱，布置在了车尾。这一次我们把热水器安排在了水箱旁边，操作和维护起来更加方便。灰水箱这次升级到了28加仑，布置在了车底的备胎架的位置。2个水箱我们都安排了水位传感器，可以实时的看到有多少水位。可以看到全车有3个用水点，厨房水龙头、车内的浴室花洒，还有车尾的淋浴花洒，3个位置都可以提供冷水和热水。厨房和浴室的排水分成2路排到车尾部的灰水箱。除了新水箱供水，这一次我们还安装了车外水管接口 City Water Hookup， 连接上供水管就可以实现车内无限用水，不用担心水箱不够用了。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，在使用 City Water 的时候，因为营地的水压可能会很高，而且可能水压不稳定，为了避免房车内供水系统受到损坏，一定要加装水压限压阀。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这款可调节压力的水压限压阀，可以通过这个旋钮来调节水压。这里的压力表可以实时监测输出水压，一般把压力调节到40 psi 就可以了。这边呢就是接到水龙头，这个地方我们用水管做了延长。如果在营地的话，直接是营地的供水水龙头接上就是一样的。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压力阀在进水口这一端接到北岩 City Water， 这个压力控制阀的出水口就接到水管，这是标准的水管就可以了。水管另一端呢就可以接到车的 City Water 的入水口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限压阀的效果。通过旋钮调节水压，可以看到厨房的水流会受水压的大小变大和变小。通过限压后的水流也非常的稳定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更多细节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水箱这边，打开门可以看到热水器布置在了这个位置。热水器的下方使用了硬质海绵泡沫，起到缓冲和降噪的效果。这里是热水器的继电器，这样就可以用12伏的开关控制热水器开关，使用更加的方便。这个地方呢是水压稳定器的加气口，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加压到45 psi 左右，用起来也非常方便，用普通的给自行车或者汽车车轮加气的气泵就可以了。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在冬天不需要使用房车的时候，需要把气压放掉。右边的这块侧板是可以取下来的，便于水泵或者是水箱的维护或者是更换。来看看车尾，打开这扇小门可以看到淋浴系统，这里是水箱的注水口，这个开关用来选择是使用水箱的水还是使用 City Water。 让我们来到车内，这里是水泵的开关和热水器的开关。之前也提到了，厨房的水龙头是可以提供热水和冷水的，龙头的阀门在水槽的下方，只需要取出第1个抽屉就可以轻松的进行维护。浴室这边也是冷热2个开关，淋浴头在不用的时候可以存放在这里。这块隔板下方是浴室龙头的接口，需要维护的时候呢，把这块隔板取下来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浴盘的排水设计了2个下水口，这样即使在停车不水平的时候也没有关系。这里是一个维护口，浴室淋浴的水阀和排水管都可以通过这个口进行维护。排水管我们使用的是柔性 PVC 管，耐腐蚀、耐低温。厨房和浴室的排水分成2路到了灰水箱。灰水箱设计了2个排水口，一个是普通的水管接口，一个是营地专用的排水接口。有了这个设计，在营地接上 City Water 和排水管，就可以像在家里一样放心用水，不用担心水箱不够用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记得点赞和收藏哦。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